现在是凌晨5点，我们还在继续，还没有装完。真的，近期打算做几集部署监控和网络的视频，整个过程我尽大的用通俗易懂的方法教大伙，我一个人是怎么部署一个医院的监控和网络的。既然是从头教学，那我就先从这个医院的毛坯状态说起吧。其实一开始过来勘察现场的时候，我和大伙是一样的，迷迷糊糊的，不知道摄像头从何装起。没关系，先和我大概转一圈。其实转这一圈的话，只是走个形式罢了。真正要你负责部署摄像头的位置的时候，还是需要图纸的帮忙。我过来转一圈，其实也是想看看实际的情况和图纸的情况是否有差异。比如这面墙，我必须过来看才知道它是玻璃还是墙，不然你会吃大亏的。现在我过来了这个位置，我知道这面墙是玻璃了，所以我要把监控装在这个位置。为什么不装在其他地方呢？大伙看下以下视频。为什么只能装在这个位置？大伙看到我的手是不是黑黑的？如果大伙看到，注意看到我的手是不是变白了，而且能看到上面那个字胡字，然后再以这个方向，大伙还能看到胡字吗？好像很模糊了，对不？这是一个摄像头的原理。如果你装在这个区域和这个区域的话，从那边看过来，就是你这样看，人是会黑的，因为这边是强光源，所以装在这个位置是最好的。人一进来就直接看到脸了，而且直接就看到这里了。你要是装在这个区域的话，光看后脑勺了，对不对？我这边就给大伙看一下装逆光的摄像头的效果吧。大伙看外面是不是有一片白白的？其实现在还好，给大伙再看一下。到了这个点，强光出来了，外面几乎是一片白了。人进来的话也是一片黑的，看那个脸也是黑的。大伙是不是觉得是摄像头的缘故？给大伙看一下，现在是没有光源的情况下，外面没那么白了，人脸也看得清了，而且外面的车都看得一清二楚。如果你安装的不对的话，一直这样对着光，甲方完全以摄像头不清晰，或者以为你这个摄像头是便宜货为由拒绝付款、拒绝交付，这样的话你多少是有点得不偿失的，对吧？好了，时间的关系我就教这么多了，一次性教完有点消化不了，下一期我就教大伙怎么规划点位，怎么去绘画这些图纸，让甲方无可挑剔的付款。行了，我在检查了。之前是说一家公司委托我过来安装这种8个摄像头，现在不得已又回来专门给这期摄像头做一个视频了。别问为什么，我被这种组合坑到了。大伙看一下，当时我接到这种设备，看到这样的组合的时候，我还是比较纳闷的，居然有这种接法。这种分离器是mini安卓接口的，可能客户是北方的原因，据说北方这样安装比较多，他们几个店在北方也是这么安装的，所以必须要求安装这种型号的摄像头接在录像机上。在我们南方几乎没有遇到这种接摄像头的，当初以为这种摄像头把它当成普通摄像头安装就行了，但是我偏偏吃了这个亏。先说第一个吧，大伙看见没？画面明显不流畅，当时安装的时候没发现，后面他们打电话把我喊了回来，细看才发现画面确实有点卡顿。于是我进入录像机里面查看了录像参数，一看它居然是每秒只有15帧画面，默认应该是每秒25帧才对，难怪这么卡顿。于是我只能手动修改成每秒25帧了。第二个坑就是之前在视频里面有很多大神就告诉我，这玩意要是断电了或者隔一段时间就会直接离线，
估计他们也是吃过这个亏了。它离线的原理也是很简单，就是 IP 地址被占用了，需要电脑下载一个影时音工作室，修改成静态就可以避免这事发生了。但是这个需要一个独立的路由器支持才行，要是用公用的路由器，还是会发生 IP 被占用的情况。我就懒得下载那个软件了，我直接进入路由器后台，启用 MAC 绑定指定的 IP 地址，也是一样的效果的。不然这玩意一断电或者隔三差五就离线了，到时候有的你跑来跑去的。我以为这一切都结束了，万万没想到我姐姐又跑过来了一趟，因为他们发现这摄像头压根就没有声音。当时我以为他是手机关掉声音了，结果确实是摄像头没有声音。我进入录像管理里面看下录像参数，确实是负荷流，无奈怎么就没有声音呢？我只能打电话给客服，客服他说4月1号生产的设备版本已经开始不兼容了，所以是没有声音的，甚至后面完全是没办法添加这种设备了。于是我用手机扫码添加摄像头，发现有声音了，但是你猜怎么着？虽然有声音了，但是它没有内存卡，看不了回放。要是你想看回放的话，它就没有声音。后面实在没辙了，只能商量价，每个拆下来挨个增加内存卡就行了，就这样解决了。这坑真的踩到晕了。等会儿还有最后一个坑，也就是你们刚才所看的也白学了，因为以后这种摄像头已经不只是这样安装了。好了，本期结束了。发现了个有意思的情况，开线了，你不管重启啊，任何办法都没办法去添加它。好了，添加会出现这种情况，修改 DNS 也行，这边保证是可以联网的，添加不上的，它直接就服务器繁忙。这干脆直接显示都不显示。我们通过序列号来添加过也一样，反正就永远添加不上，换了多少台手机，甚至换了网络，它就直接显示服务器繁忙，这个它没有显示。重新来吧。这也是少见的案例，所以我这边教大家怎么去解决。看见没？永远都添加不上的。你不管怎么去修改，就是行不通。当时我这边和厂家对接了一下，在基本配置、静态还是自动都不行，在配置里面，验证码的话在这里，你把验证码修改一下，然后再重启就可以了。